云游四海，旅途寻梦家，带你看遍山川湖海。大家好，我是俊谷，我现在呢是来到万里长城上的中华第一关雁门关。雁门关是位于山西忻州代县以北的雁门山当中，是万里长城上的重要军事关隘。这里北扼沙漠，南控中原，以险著称，以大雁难以逾越而得名。雁门关自古就是中原王朝和北方游牧民族的冲突最前线，同时也是历史最为悠久、战事最为频繁、知名度最高和影响力最广的古代长城关隘。长城的修筑历史可以追溯到西周，周王室衰落之后，群雄并起，列国争霸，长城的修筑进入到了高潮期。战国时期，雁门所在的代县属于赵国管辖，当时游牧民族频繁南下。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，打败胡林楼烦入侵，建立了云中、雁门、代郡。后来赵国战神李牧曾奉命驻守雁门，大破匈奴10万铁骑，威震华夏。秦灭六国之后，大将蒙恬率兵30万从雁门出塞，北击匈奴，收复河套，并修缮连接了各段长城，于是就有了世界第8大奇迹万里长城。汉朝时，面对匈奴不断兵犯边境，汉武帝下令修整雁门，并派卫青、霍去病、李广对匈奴展开了长达44年、旷日持久的反击，北方匈奴的威胁得以解除。汉元帝时期，昭君王强就是从雁门出塞和亲的。此后，雁门一带出现了牛马不野的和平局面。大唐王朝建国之后，为了防止突厥内犯，唐朝驻军雁门山，在雁门高点设关城。雁门关作为关城，第一次走进历史视野。北宋时期，雁门关一带是宋辽两国交战的最前线，爱国将领杨业和杨家将士驻守此地，多次以少胜多，大败辽军。明清之后，随着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逐步形成，雁门关随之荒废。天下9塞，雁门为首。雁门关见证了1700多场战事，有得雁门者得天下，失雁门者失天下的说法。雁门关具有边关要塞的烽火狼烟，也有文人墨客的壮志豪情。黑云压城城欲摧，甲光向日金鳞开。黄河远上白云间，一片孤城万仞山。诗人李贺、王焕之、李白在这里都留下了脍炙人口的千古名篇。在武侠小说大师金庸笔下，大英雄乔峰也在这里跳崖。所有这些波澜壮阔的历史，共同铸就了雁门传奇。今天的雁门关保留了战国赵长城、明长城、围城、关城、瓮城、烽火台、村落、古官道等众多历史遗迹，共同构成了一个庞大、完备、壮观的中国古代边塞军事防御体系遗存，也形成了雁门关苍凉、凝重、雄浑、大气的边关风情。来到雁门关，第一站到达的就是后腰铺驿站，这是雁门关外的第一座村庄，也是古代商旅马队的休息调整驿站。在古代，这里商贾云集，店铺林立，是晋商商队和欧洲贸易的基地，商业气息非常浓厚。正如山东人闯关东必走山海关，山西人走西口必经雁门关。雁门关是边塞要地，在古代没有战事时，这里熙来攘往，贸易频繁，中原的茶叶、丝绸和北方的草原民族贸易。如今的雁门关没有了当年的硝烟战火，后腰铺驿站就成为了雁门关北门的游客服务中心。刚刚我也是坐景区的观光车上来，来回是10块钱。哇，突然间下起了雪，不过这个雪呢还很小，大家在镜头当中可能看不到。上来之后可以看到一整排的雕塑都是骑着马。那么这里呢就是杨家将的雕像群了。杨家将的故事向来都是被民间喜闻乐道，巾帼不让须眉、佘太君、穆桂英和12寡妇等杨家女将的传奇更是被一直传颂。走在杨家女将石雕前，可以看到巍峨高大的女将们，她们面容肃穆，冷静沉着，每一尊雕像都以一块巨型方石作为基座，整齐划一，层次分明，但形态又各有特色。佘太君手持龙头拐杖，气定神闲，从容不迫；穆桂英拿着绣鸾刀，英姿飒爽，尽显杨门女将的威武气概。
在今天，杨家女将们依然出现在各种戏剧、评书和电影、电视节目，备受欢迎。但需要强调的是，杨门女将的故事虽然被津津乐道，但很多属于虚构，无从考证。从另一方面看，在中国古代，女性常以相夫教子的形象出现。杨家女将其实也表达了一种美好愿望，人们希望女子能像男儿一样建功立业。佘太君在历史上确有其人，他的父亲和祖父都是五代时期的名将，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智勇双全的女性。你看，全部呢都是骑着战马，手拿武器，英姿飒爽啊！现在呢就来到了明月楼广场，在这里啊可以看到一块名人壁，上面呢篆刻着的那些人物啊都是跟雁门关啊有历史相关性的人物啊，总共呢是有59位。这些历史人物的背后是各自不同的精彩历史故事。自战国以来的2000多年，雁门关一共经历了1700多次战役，可以说见证了中国军事史的全过程。雁门关之险也成为了汉朝击退匈奴、唐朝防御突厥、大宋抵御辽国、明朝阻击瓦剌的重要要塞。自清朝以后，雁门关的军事重要性不复以往。可以看到历史名人壁画上整洁参差地雕刻着战国名将李牧、汉朝开国皇帝刘邦、缔造贞观盛世的李世民、雄才大略的汉武帝，以及击退匈奴的西汉名将卫青、霍去病和李广等帝王将相。这么多历史人物齐聚一堂，大家有何感想呢？正是因为这些英雄人物，中国古代百姓的平安才有了保障。这块名人壁啊，它的高度呢是有28米，宽度呢63米。你看这上面呢拿着琵琶的，就是王昭君了。昭君出塞啊，就是在这里发生的。明月楼是明代建筑，是古代雁门关城廓北门的一道门户。城楼正中上方嵌有雁门寨石额，楼身为砖木结构，上面刻写明月楼的闽书字体，遒劲有力。大家有没有发现，每一个重要的古代关隘都有明月楼？这是为什么呢？中国古人讲望月思故乡，不妨感同身受一下。每一位驻守边疆的将士都会有思念亲人的时候，当边关的明月升起，思乡之情随着触发。这里啊有一条阶梯可以上来明月楼啊，上面看一下。哇，今天的天气啊真的是太冷了，所以游客不多。明月楼，大家看到这个名字啊会想起什么呢？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。中国在古代边塞，西北玉门关、阳关、嘉峪关等等，无数边塞诗人留下脍炙人口的经典诗篇，写月亮，写思念，写故乡，写表达建功立业、报效朝廷的豪情壮志。过了明月楼，就来到了雁门寨。民国初年，雁门寨被改为雁门关村。雁门关村形成于明清时期，是典型的边关村落。历史上生活在这里的人被叫做边关人。由于村子地理位置的缘故，关内人称村民为关外人，关外人又称村民为关内人。在别人看来，雁门关村民既非南也非北，但他们贯通南北到今天，他们的生活方式依然体现着南北兼容的特征。人们常说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。到了明朝晚期，雁门关战火没有以前那么频繁，雁门关村民就自创了一种新型职业，叫做护关。护关就是护送过路的商人和车辆上下山。根据雁门关村民的口述，商人的车子路过雁门关，如果遇到上山的车子，他们就帮助推车赶车；如果遇到下山的车子，他们就将1米长、10厘米粗的磨棒绑在车轱辘上，增加摩擦，达到减速的目的。后来到了1922年，雁门山修建了盘山公路，护关的职业也就消失了。我们今天看到的村民都是以开客栈为主，给游客提供餐饮住宿。看到里面的这些建筑啊，基本上都是新的了。据说现在仍然住在这个村子里面的人家呢，只有7户了。可以看到大多数的人家
都已经是在做客栈，或者说是小餐馆。不过由于今天的天气寒冷，大多数的店铺啊都没有打开门做生意，游客呢也比较少。在这里啊，有一口泉叫做趵突泉，是被一个亭子啊给围起来了。有一根水管呢是插在这个井里。位于边贸街对面不远处的趵突泉，泉水源源不断地从这里流出来，几千年来为戍守边关的将士们提供生活用水，水质清冽，甘甜宜人。时至今日，趵突泉依然是附近居民和景区工作人员的主要饮用水源，也为游客提供了清冽甘甜的矿泉水。据说这口泉的泉水啊，非常迅猛地往上面涌，而得名趵突泉。这一口趵突泉呢，就在三岔路口这里啊，方便居民取水。在这里强调一下，不是作家老舍笔下的山东济南趵突泉。再往上面走呢，就是边贸街了。边贸街位于雁门寨和瓮城之间。来到这里，你会看到青石板砖铺设的街道，街道两侧林立着各种店铺。没有战争的和平时期，雁门关作为中原和漠北的南北通衢，它是著名的茶马古道和玉石之路。历史上汉朝时，匈奴将牛、马、羊和药材等物资运送到雁门关，以此来换取中原的铁器、丝绸、茶叶。到了汉魏、隋唐和宋朝时，没有频繁的战争，边境保持通商贸易，民族进一步融合。在北宋和辽订立澶渊之盟后，两国敌对情绪有所缓和。雁门关边贸街贸易频繁，交流密切，边贸街见证了雁门关贸易的历史。现在在这条边贸街这里啊，基本上只有我一个游客，看来这里呢还没有古代啊那么繁荣啊。这边上来呢就是瓮城了，古代非常重要的军事设施。三边冲要无双地，九塞尊崇第一关，雁门关。据说上面三个字呢是从地里啊挖出来的，也就是正版了。进来瓮城了，这个瓮城呢跟我之前看到的瓮城啊有一些区别，因为它这里啊是有一个坡度。进来之后拐个弯呢，就可以看到地利门了。然后在另外一边呢，还有一个关帝庙。关帝庙的前方呢，还有一座春秋楼啊，也就是戏楼。相信呢，平时呢也会请一些唱戏的表演呢给关帝以及这些士兵呢来观看。这边呢是有一条阶梯可以上去瓮城的城墙，可以看到地面上的这些砖呢是非常大。瓮城门又叫小北门，设有暗门，它位于关城北侧的地利门外，高度是关城的一半左右。瓮城具有迷惑性，战事一起，如果从瓮城门攻进雁门关，敌人以为攻城成功时，又会遇到另一个城门。此时冲进瓮城的士兵，面对四面高墙和居高临下的敌人，如果万箭齐发，就算插上翅膀也逃不出去了，犹如瓮中捉鳖。过了瓮城门，就来到地利门了。地利门南北通透，高11.5米，10座砖身，主体是明代所建。地利门是关城北面的正门，它和天显门相互对应，门洞上方匾额上写有地利2字。这边城楼的阶梯啊，跟玉门关的是有点不一样哦。那边呢是除了阶梯以外，还有就是将军呢骑马上来的一条通道，也就是说战车啊也可以推上来。这个有可能是古迹啊，这是战车吗？车轮的外框呢是铁皮包的，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轮胎了。它的轮毂呢就是木头。这里还有一座已经断掉的大炮，锈迹斑斑了。
在另外一边呢，还有一整排的大炮。在古代呢，他们称作火筒或者火筒。城楼上建有宁边楼，原为杨六郎祠，为纪念北宋边境守关名将杨六郎所建。祠内供奉有杨六郎铁刀一把，另外设有大炮。相传铁刀是杨六郎在北宋宋仁宗年间所留。当时杨六郎驻守雁门关，隆冬季节，城中3000军马缺少粮草，辽军趁机围攻。杨六郎一面派人去搬救兵，一面鼓舞士兵士气，坚守城池，两军伤亡惨重。数十天过去了，救兵却迟迟不到，城中粮草已经用尽。面对绝境，杨六郎因2个挑水伙夫生出奇思妙想。看到伙夫被脚下的结冰滑倒，艰难地挣扎起来，杨六郎就命令士兵挑水上城，并将一桶又一桶的水泼在墙上。天气寒冷，水很快就结了冰，城墙被坚硬的冰包裹了起来。当辽军再次攻城时，城墙太过光滑坚硬，因而从云梯上摔下来的辽兵不计其数。杨六郎顺势打开城门，手持铁刀冲锋陷阵，大败围城的敌人。那把共射的铁刀就成了杨六郎濒临绝境时以少胜多的荣誉象征。现在这座宁边楼啊，已经变成了军事博物馆了。进来看一下，这里还放着一些展览品，古代的木桶、2轮车、流星铜锤，这是清朝的啊，还有你看这个是铁鞭，也就是棍子，这还是村民捐献的呢。一把马刀也是从村民手中捐出来的，还有一把弓箭，清朝的还有秦汉时期的青铜戈，大将武安君赵。现在的位置就是点将台，在古代，点将台是王者出征的地方，也是帝王择相时举行仪式的地方。自春秋战国，赵武灵王在这里设置雁门郡后，蒙恬、李牧、卫青、霍去病、杨家将等无数英雄战将先后驻守这里。可以遥想将军们曾经登上点将台，在这里调兵遣将，发布军令。当你来到这里，一定要登上点将台，站在高处，体验一下历史先辈们是如何运筹帷幄、摆兵布阵的。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西城门，它始建于明朝嘉靖年间。城门上是同一时期建造的威远楼，威远楼属于重檐歇山顶建筑，城墙的一端和天显门宴楼相连，一边和地利门宁边楼相连，为瞭望和勘察军情之用。我们顺着威远楼向西行走，会来到一个封顶的烽火台。烽火台又叫烽燧，是古代重要的防御设施，常用于边塞警报、传递号令。遇到敌情，一般都是白天施烟，夜晚点火，台台相传，将军情传递出去。在西城门的另一边就是射击场。俗话说，台上1分钟，台下10年功。那么说到百步穿杨的神箭手，大家能想到谁呢？关于射箭，雁门关有个传说，没有考证过的。宋辽战事不断，杨六郎子承父业，在雁门关经过了数百次交战，辽国不得不求和。杨六郎对辽国提出了2个条件：一是按照辽国习俗，辽国让出1马之地；二是按照中原规矩，辽国退回大宋1箭之地。2个选项2选1。辽国使者一听，内心窃喜，1匹马1口气至少能跑上百里，你的箭射得再远，胳膊再有力，能比马跑得远吗？辽国使者于是选择了第2个选项，决定让出1箭之地。第2日，辽宋2国列队整齐，杨六郎手持弓箭，一声脆响，箭头飞向天空。杨六郎命令将领和辽国人一同去寻找箭头，可是到了日落也不见寻箭人回来。直到10多天后，宋辽2国的寻箭人才回来。原来杨六郎的箭射到了远处大青山的半腰，辽军只好遵照约定退出到大青山外。然而事实的真相是什么呢？杨六郎那日射箭，弓上根本就没有箭。他事先派人到大青山，将一支箭插在半山腰，等到射箭那日，2人费了9牛2虎之力，才将箭找回来。今天雁门关一带仍然流传着脚踩雁门关，手搬天门山，杨六郎施神威，一箭射到大青山。这个故事不曾考证过。讲到这里，有没有觉得杨六郎除了射箭好，智慧也很超群呢？这座建筑呢，就是关署。商人通关的时候呢，就需要
办理通关文牒，还有交关税。关署又叫做守备衙署，位于关城内天显门和地利门中间的正高地上，是雁门关古代时期的行政管理机构。关署大院占地1300平方米，建筑面积660平方米，设有正门、东西厢房、正堂、公房、幕庭和斋室。古代进出雁门关，无论是商人还是游侠，都要在这里办理通关文牒，也就是今天所说的通行证。此外，这里也是古代商人办理关税的地方。来到这里，可以一睹明清时期边关关署的真实样貌。不到长城非好汉，走到长城一身汗。但今天呢，肯定不会出汗。在这零下3度的天气里啊，哇，真的好冷啊！长城陡的地方啊，也很陡啊。雁门关长城段是我们目前保存最为完好的长城古建筑，西起百草口，东至新广武，高7米左右，宽约4米，长5033米。每隔120米左右设有地漏和烽火台1座，在它的一些险要地段，分别设置了堡寨、壕沟和暗门。雁门关长城是我国明代长城的杰出代表。雁门关长城历史上曾有无数文人墨客来到这里，有感于雁门关长城的巍峨壮丽，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篇，比如唐代诗人李贺的《雁门太守行》。那么您是否能想起这首诗呢？如果你是一位长城古建筑的文化爱好者，不妨沿着巍峨盘旋的城墙漫步其中，虽然会有一些累，但是在付出体力的疲惫中，体验历史和古人的智慧，也是一件非常愉悦精神的事情。沿着长城来到最高处，这里有一座4边9层密檐式实心砖塔，这就是雁塔。雁塔高21米，它位于雁门关东城过雁峰上，是雁门关的标志性建筑之一。雁塔始建于明代，历史上雁塔主要的功能是方便士兵巡查、瞭望。如果遇上紧急军情，雁塔和烽火台构成预警体系，第一时间传递军情给将领。当你站在过雁峰上环顾，俯视绵延巍峨的长城，想必一定会有一番别样的感受。如果你爱好书法，一定不要错过雁塔下面的碑林。碑林上下一共有7个台阶，规模宏大，大约有上百座石碑。雁门关碑林上收集着古代200多位名人诗词，歌颂雁门关的诗句。来到这里，不妨多停留一下，感受碑林书法诗句的无穷魅力。现在就来到了天显门。天显门是关城南侧之门，高12米，属于明代建筑，呈东西走向，是关南第1道城门。天显门和地利门形成了90度的夹角，易守难攻。当你站在雁楼之上，向南可以观看整个关南古道，向北可以纵观雁门关全貌，东面可以看到雁楼和敌楼，俯视9窑18洞，可谓站得高看得远。当你抬头会看到2个字，据说有90%的人不认识。这2个字是武则天所创，上面一个草字头，中间一个田字，下面是大动干戈的戈，这个字读什么呢？有人说历史学家翻遍了典籍，也没有弄清楚武则天题写的这个天字是什么来历。武则天为什么要自创这样一个天字呢？有人推测说，上面的草是代指杨氏，中间的田是代表国土，最下面的戈是代表战士和军队。总结起来就是说，国家要富强，就要有足够多的粮食、广阔的土地面积和精锐的军队，3个要素缺一不可。说到这里，大家有没有觉得武则天还是蛮有创意的呢？现在来到的这座建筑呢，就是镇边祠了。镇边祠位于雁门关关城天显门外东侧，也叫武安君祠，占地3190平方米，建筑面积1510平方米，始建于公元1506年，为纪念赵国名将李牧而建，是雁门关最具规模的建筑群之一。中国自古受北夷、南蛮、西戎、东夷威胁，
战国时，赵国经常受到北方匈奴的入侵。赵孝成王派李牧到雁门戍边，李牧为了一举消灭匈奴，每当匈奴来犯时，拒不迎战。时间久了，匈奴人认为李牧胆怯畏惧，因此更加放松警惕，肆无忌惮。李牧不出战，被赵王谴责。赵王认为李牧害怕匈奴，有损国威，因而换了戍守雁门的将领。然而赵王发现，换了李牧之后，赵军一直吃败仗，而且损失很多粮草。李牧掌兵时虽然不出战，但没有吃过实质性的大亏，因此赵王再次换李牧去戍守雁门。李牧依然畏首畏尾，不选择出战，匈奴因此越发肆无忌惮，无所顾忌。一段时间后，李牧不再隐藏实力，挑选战车1300辆，良马13000匹，将士5万人，以及10万神箭手，发动了对匈奴最大规模的一场战役，大破10万匈奴。这一场大战之后，匈奴人溃不成军，10多年来不敢侵犯赵国边境。此时赵王才明白李牧拒不出战的诱敌之策，要么不战，要么一战就是胜券在握的决战。由此可见李牧卓越的军事才能。1856年的时候，一名叫单玄的僧人在李牧祠上修建佛寺，虽然是佛寺，但依然供奉着李牧将军像。这一排呢就是将军洞，还有帝王洞，这3个就是公主洞。据说王昭君呢还在里面休息过。过了天显门之后呢，就来走一走雁门关的古道。来看一下这条古道啊。总共呢是有4条由车轮压出来的车辙印记。雁门关古道北通塞外高原，南接中原腹地，始终是中原汉族北出和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南下的咽喉要道。没有战事的时候，这里是商人们运送货物的必经之路。可以看到古道里已经被碾压出深深的沟壑，蜿蜒陡峭地延伸着，一道道车辙压出的印记，似乎在书写着曾经发生在这里的沧桑变迁。到了明清2代，这里成为了走西口的要道。这些小车轮子上包裹着厚厚的铁皮，一年又一年在这古道上留下深深的车辙印记。在这个古道旁啊，还摆放着3辆古代的货运车辆，就是这样的车，走在这种路面上，很难想象啊是怎么拉上来的。在你心里是不是也有一个仗剑天涯的侠客梦呢？在金庸的小说里，乔峰就是在这里跳崖，也是乔峰和阿朱约定一起到雁门关外牧牛放马的地方。很多人看过金庸小说或者电视剧，每个人心中都会留下乔峰和阿朱的爱情故事。乔峰的落寞是很多历史英雄的再现，痛失所爱后，他悲痛伤心，但是没有沉沦。而当拯救苍生的责任摆在眼前时，舍生取义，平息了宋辽之间的战火。虽然是虚构小说，但这种英雄的侠骨柔情，又何尝不是真实的写照呢？为了驻守雁门关，阻止北方敌人侵犯边关，无数英雄将士在这里丧命，舍其爱人，痛失家人。我们仔细想一下，乔峰这样的英雄人物，真的只是虚构吗？现在就来到了分道碑了。你看这里呢是有一个分岔路，这2条路啊明显呢是新修的。在古代啊，这条路呢肯定没有那么宽啊，所以呢往来的那些商贩的车辆啊，如果说并行的话呢，就会过不去。雁门关分道碑立于1772年，它是中国现存不多的古代交通规则碑。我们说车有车路，人有人道，没了秩序，交通就会瘫痪。分道碑的意义就在于此。分道碑因何而来呢？在清朝乾隆年间，雁门关到南端原有的一条路已经不能满足来往车辆的通行要求。代州知府为了缓解交通压力，于是带领工人修建了新的车道，并且在道路旁立了石碑，碑上刻文字，告诉往来雁门关的商人，北路紧靠山崖，来往车辆不能并行，这里经常发生争执。为了方便商人们的交通往来，特别在这里修了一条新的车道。从南边来的车辆走东边的路，从北边来的车辆走西边的路，不能违章。
所以说这一块分道碑啊，相当于是古代的交通指示牌了。最后我们再讲讲王昭君的故事。王昭君是中国古代4大美人之一，她远嫁匈奴，为西汉王朝换来了边境的和平安定。自古以来，匈奴就是中原王朝的威胁。昭君出塞和亲，不仅把中原的先进生产技术带到了北方游牧民族，同时也加速了汉族和少数民族的融合。关于昭君出塞，还有这样一个故事：匈奴呼韩约单于，请求和汉朝和亲，汉元帝不忍心公主远嫁，受塞外之苦，于是接受大臣建议，从后宫挑选一个宫女去和亲。古代由于后宫佳丽有很多，皇帝会让画师画出嫔妃们的容貌，供皇帝选择。昭君进宫几年来，因为没有钱财贿赂画师，所以一直没有得到皇帝的宠幸。当昭君得知自己要远嫁匈奴时，不想错过重见天日的机会，于是答应了和匈奴和亲。临行前，汉元帝和匈奴看到了昭君的美貌后，大为惊叹，一喜一忧。呼韩约单于看到眼前的昭君国色天香，非常高兴。汉元帝却忧愁，这么美丽的女子进宫这么多年，自己竟然不知道。如今见美人远嫁匈奴，心中万般不舍。事后，汉元帝为了平息心中的怒火，下令斩杀了画师毛延寿。北宋诗人王安石在《明妃曲》中写道：“归来却怪单亲手，入眼平生几曾有。意态由来画不成，当时枉杀毛延寿。”昭君与匈奴和亲3年后，呼韩约单于去世。按照匈奴人的习俗，王昭君又嫁给了呼韩约单于的继子。两人生活11年后，丈夫再度去世。此后，王昭君再一次嫁给了老单于的孙子。王昭君上书朝廷，希望自己能够回归祖国，但只得到皇帝冰冷的3个字：从胡俗。最后抑郁而终。后世人们对王昭君的评价很高，说她很有家国情怀。但是站在王昭君自身的角度看，也是一个女性的悲剧。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，长得越漂亮，越容易成为别人的工具。好了，这一次的雁门关之旅就到这里，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。